谢谢宋先生、谭先生、贺女士，在座的澳洲华人，晚上好。如果你们今天下午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我已经说了几句话，不就是几句话，是45分钟的几句话。因此，今天晚上，我认为大家应该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对于讲话来讲，我认为越短越好，好吗？是澳大利亚的政治传统的相反。普通的澳大利亚的政治家说越长越好，但是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好吗？所以如果你在旁边有老外的朋友，请告诉他们用他们的耳朵，好吧？因为我打算100%用中文，好吗？中国话有传统的说法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老路说中国话。那么有不少的华人朋友问我一下，老陆，你为什么开始学习汉语？是个好的一个问题呢。我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乡下的地方长大，我爸爸他有一个畜牧场，所以我长大的时候，我们的小村什么华人都没有，我们旁边的大村什么华人都没有，什么中国饭馆都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碰到任何华人。我在初中的时候、高中的时候没有任何华人。我长大的地区是100%，所以我的朋友现在问我一下，你为什么这样做了嘛？实在来讲，家庭的影响很深。我母亲，她什么教育的背景都没有，因为她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她是一个护士，所以当时大家都参加那个抗日战争那个时候的。所以我爸爸他是一个战士，妈妈她是一个护士，他们什么教育都没有，他们没有参加初中，所以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他们开始农业方面的业务。但是我母亲她特别感兴趣读书，所以她替我买一些书，包括历史，包括地理学，包括亚洲的一些传统历史、传统艺术方面的书。所以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他到我的房间来，给我提供一本书呢，就是全世界的古老建筑。所以如果你感兴趣那个建筑学，当然在那个古代的时期有希腊、有罗马、有埃及等等，但是最后2章页是中国。那个中国那个传统的建筑我从来没看过，但是我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。你看了那个老庙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屋顶的那个样子，从那个西方的那个眼镜来讲，是奇怪的一件事，所以我很感兴趣。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？这个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？第2个步骤是什么呢？我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母亲也到我的房间来，给我提供当天的报纸的第1章页。那是1971年，她给我
当天的报纸一个报道，那个报道的题目是什么呢？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联合国。母亲对我说：“小路，你应该知道，今天这件事将来影响到全世界。”妈妈没有上高中，没有上大学，没有上初中，但是她是那个当地人，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普通的一种聪明。所以我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，我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，所以我跑到了澳洲国立大学去读书。当时澳洲国立大学，他们教中文的系统是不错的。我们有4年的现代汉语，4年的古代汉语，4年的中国历史，从夏朝。从商朝到周朝到汉朝到等等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从尧很舜到毛，4年的，也包括中国传统的艺术。他们也有一种期待，我们学了1年的传统的书法，画画跟书法。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秘密。我本人的书法大概是全世界最差的，最不好看的，不就是不好看的，很抽。我的老师他对我好，他认为我很认真，对语言来讲进展还可以，古代汉语马马虎虎，历史学得不好，但是小路你的书法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不好看的书法。到现在为止没有变化，所以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有电脑。如果我就是依靠我自己的书法，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看我所写的字。毕业了之后呢，怎么办？那是80年代早期。我上了大学的时候，我第1年的时候，毛主席还在。1976年，我毕业的时候，老邓回来了。你记得老邓吗？邓小平3起3落。到现在为止，我本人是2起2落。但是我应该告诉我工党的同事们别担心，我没有具体的计划回到政治的平台。但是我毕业的那个时候是80年代早期，说我没有工作，因为当时那个中澳经济方面的关系实在来讲不重要，所以没有工作，所以我申请了澳洲外交部。这个外交部的系统我都不熟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什么知识都没有，什么智慧都没有，什么 Homer， 那个老外也有 Homer， 你知道吗？不就是你们中国人有 Homer， 那是老外的一个秘密。老外都认为他们是100%老实。实在来讲，他们也有后门，但是他们不敢说嘛。是的，大家都点头吗？